说民国时期的四川啊，有过这样一位传奇人物，幼年顽劣，不爱读书，长大以后有过40多位妻妾，参加了川军，官至第20军第7师师长，而后只身赶赴前线参加抗日，被委任为第88军军长。他是浴血奋战，屡建奇功。民国31年，也就是1942年，他率部炸死了日军第15师团长酒井直次。这个酒井老小子阵亡，在日军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这位传奇人物的大名啊，叫做范绍曾，外号傻儿师长、傻儿司令。早年间曾参加过哥老会，这哥老会又名袍哥会，和洪门、青帮并称晚清民国的3大帮。在当时复杂混乱的社会结构中啊，这些帮会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。他们时常是游走于一些灰色地带，不按政府和法律的规定办事。有人说他们是黑社会，有人呢说他们是时代变革进步的桥梁。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，咱们就来说说晚清民国3大帮的沉浮往事。有人的地方啊，就有江湖。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江湖啊，是3个秘密组织。首先是哥老会，这个哥老会又叫袍哥会，是近代活跃于四川等地的民间帮会。这个组织究竟是怎样形成的，历来是众说纷纭。早期哥老会的内部成员啊，大都推崇说是郑成功为创始人的这么一个说法。说1661年啊，清朝顺治18年，郑成功在台湾开金台山立誓结盟，不久以后就派四川人陈近南到四川雅安开金钟山，这是哥老会的第1次活动。四川呢，由此也被认为是哥老会的发源地。这一说法的依据来源啊，是哥老会内部的文献记载。后来的学者们呢，经过研究发现，这哥老会很可能是从锅炉发展而来的。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清代咸同年间，有这么一位老家是四川的官员，名叫李荣，字申夫，号六荣。他是为官清廉，性格耿直，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和助手，和另一位重臣李鸿章师出同门。这位李荣李大人在给朝廷的奏折当中曾经提出，窃案蜀中尚有锅炉会，军兴以来，其党多亡命归行伍，10余年勾山成风，流毒便相处。据此有人就提出啊，说哥老就是锅炉因变而来。明末清初的时候啊，由于连年战乱，再加上遭遇张献忠和后来清军的轮番屠城，这个四川的人口是大量锐减，千里绝烟，人迹罕至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四川人口约为600万。清朝顺治年间，在占领了四川之后，清政府做了一次统计，官方登记在册的人口总共也就9万多人。为了恢复生产，稳定西南的局势，统治者呢采取了湖广填四川的这么一个政策，招揽那些临近省份的居民啊，允许他们可以拖家带口进入属地开荒，并且呢准其入籍，就地免去积分，直接落户。这一举措见效很快，到了乾隆的前期，四川的社会经济就已经基本恢复了。但是随着耕地的逐渐饱和，越来越多的移民开始无荒可垦，而人口呢还在源源不断的涌入，于是产生了大量失业流民。除此以外啊，由于从两湖到四川是逆流而上，需要许多劳力拉纤，因而在长江航线上流动着许多纤夫，这些纤夫大多是临时雇佣的青壮年。船只从长江的下游省份到达四川以后，就会原地解散，因为从四川再到两湖是顺流而下，不再需要纤夫。这些随船到达属地的纤夫，一部分被当地的雇主雇佣，其余多数则变成了无业流民。这些流民啊，无所事事，但是又为了生计所迫，胆子小的就开始四处流浪，甚至沦为乞丐；胆子大的呢，就走上了杀人、抢劫、谋财害命的道路。这些人被统治者啊称为锅匪，锅匪聚集起来以后，就形成了锅炉组织。久而久之呢，就渐渐成为了盘踞在西南地区的一股重要势力。川楚白莲教乱，
和太平天国时期，这个锅炉啊受到白莲教、天地会等民间秘密宗教组织的影响，逐渐发展为一个内部结构更加严密的帮会，也就是袍哥会。出了川，又被称为哥老会。如果您对川楚白莲教乱这段历史不熟悉，可以翻看我们前几期的视频。为了显示权威性和神秘性啊，哥老会规定了很多复杂的仪式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山堂和开香堂。开山堂就是占山为王，插旗造反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是又一家分号分公司就此成立。开香堂呢，就是新员工的入职仪式。开了香堂，等于领了工牌门禁卡，从此以后就是自己人。哥老会的各个山堂都会有严格的帮规帮纪。总体而言呢，从做人方面要孝敬父母，胸宽地人，友爱四邻，严禁调戏妇女，尤其是弟媳、兄嫂和寡妇尼姑，犯了就要严惩。再有呢，就是对言行举止也要有所要求，歪戴帽子、翘二郎腿的不许，口无遮拦、大声喧哗的不许。基本上呢，遵从儒家的三纲五常、四威八德。如果违反了帮规啊，会根据情节的轻重进行处罚。从轻到重，主要有这么5种处罚方式：打红棍、除名、3刀6洞、活埋、定活门神。其中的3刀6洞就是在胸前扎上3刀，必须扎透；定活门神就是用6根钉子将犯事的直接钉在门板上。说我恪守帮规，严于律己，这样总行了吧？不行，跑江湖除了帮规，还要牢记山堂香水的名称，恩城宝饮4位大哥的名号，以及帮内的黑话、切口、手势、查阵等等各种暗号。哥老会也习惯于用动作和器物来进行交流，比如戴帽子的姿势、拿茶杯的手势、接地烟茶的这个姿势派头，都有一定的含义。牢记了这些以后，基本上啊，就走到哪儿都会有人照应了。即使是身无分文，也会有帮内人员提供食宿，有的临走还要送上下一站的盘缠路费，帮忙解决疑难，甚至是卖命报仇。但是如果是切口不熟、手势不对，或者是故意钻空子，不但得不到帮助，反而会引来杀身之祸。作为一个秘密的社会组织，哥老会也必须通过帮人解决各种问题，从而得以存在和发展。因此提倡帮内兄弟要互济互助，自卫抗暴。缺钱的呢，共同集资帮忙渡过难关；没活的，帮忙介绍工作。谁家有个婚丧嫁娶，帮内会有专人协调安排弟兄们轮流值班接待客人，烟酒茶饭各种事项都有安排的井井有条、周密细致。对内啊，他们是义字当头，但是对外则有点反社会。组织在不断壮大，人员在不断增加，为了支撑日常的开销，他们往往啊会通过贩卖私盐、走私鸦片、占码头收保护费、抢劫诈骗、绑票勒索，甚至零星的小规模造反，这么几种方式谋取暴利。哥老会内部啊分为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。清水袍哥一般都是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，浑水袍哥呢则是专门干一些打砸抢的勾当。从清代到民国啊，想要加入袍哥一直都有严格的条件限制，要求入会者必须身家清白，己事明了，3代人中不能有污点，本人品质恶劣的不收，家庭门风不正的不收，衙役娼妓、男妓、妻子偷人、母亲再嫁等情况一律不收。在袍哥的入会规定中，有一些是十分匪夷所思的，比如凡是以偷盗为业的，一概拒之门外，而那些半路抢劫的土匪、流氓反而受到欢迎。再比如啊，哥老会允许各行各业的三教九流参与其中，但是像吹鼓手、烧水烟、修脚、剃头这些人却受到歧视而不准入会。随着时间的发展啊，哥老会的成员构成也越来越复杂。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呢，这个曾国藩的湘军曾广泛招募山野乡村的壮丁来充实军队。他认为这个山乡之人多狂悍朴拙，城市水乡之人呢多浮华游惰，所以呢善用兵者多用钱者。这种考虑啊自然有道理，
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呢，这些人在离开家乡之后，同时失去了乡村宗法制度的约束，在军中逐渐滋长了骄奢习气，许多人开始沾染嫖赌等不良习惯。毕竟他们啊，也是在外打仗，命运无定，不如及时行乐来得痛快。军中的饷银不够挥霍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结党拜盟，打劫附近的商客。这些暗中结盟的士兵，由于在生活处境和思想观念上跟哥老会很相近，加上湘军克扣军饷屡屡发生，使他们啊深感受到欺骗，所以呢，很容易就被混进军队中的袍哥发展为会员。尽管是三令五申，比如曾国藩在咸丰初年创办湘军的时候啊，就已经明确规定，禁止结盟拜会，兵勇结盟拜会鼓重邪志者研究，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。但是这些军规啊，并没能真正起到约束作用。这一时期哥老会在湘军等部队流传开来。关于这些士族啊，为什么要结拜哥老会？按照曾国藩自己的说法，主要原因有2条。一个呢，是在营汇聚之时，打仗则互相救援，有事则免受人欺；二是出营离散之后，贫困而遇同会可收衣食，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。等到战事结束，曾国藩呢带头裁撤湘军，楚军、淮军紧随其后。由于遣散后的安置不够妥当，导致这个哥老会啊迅速蔓延开来，散兵游勇所致，结盟拜会，一呼百应，千百成群，遂成燎原之势。就这样，从湘军到会匪，形成了军事史上的一道奇观。哥老会呢，从此就成为了清朝统治者的一个巨大隐患。太平天国时期啊，哥老会曾作为湘军的有生力量，参与镇压过长毛贼作乱。但是很快呢，他们又走到了清廷的对立面。辛亥革命的前夕，西南大地上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。在这场反抗清政府的武装斗争中，哥老会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事实上呢，早在1905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之前，革命派就十分重视利用哥老会的力量。同盟会成立以后，许多袍哥大爷都曾受到邀请，亲自面见孙中山，共商大业。保路运动在兴起以后啊，袍哥们带头捐助军饷，通过各种方式探听敌情。佘英、张杰先、高兆麟等袍哥首领啊，也都在保路风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个月以后，革命军在武昌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起义，正式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。而四川的保路运动则被称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。如果没有袍哥们在这次运动中的杰出贡献，或许就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，武昌起义是不可能那么快到来的。地震高冈，一派西山千古修。门朝大海，三河河水万年流。看过《鹿鼎记》的人啊，应该对这副对联很熟悉。除了哥老会，还有一个帮会对辛亥革命影响特别大，那就是洪门。洪门又叫天地会。革命派元老陶成章啊说，何谓洪门？因明太祖年号洪武，故取以为名。指天为父，指地为母，故又名天地会。始创者为郑成功。孙中山先生啊认为洪门是明朝遗老所创设，形成于康熙年间，其宗旨呢是反清复明。实际上有关天地会的起源一直以来都是备受瞩目和争议，经过100多年的探讨争论，到现在仍然是没有定论。有学者指出呢，洪门既不是郑成功所创，也非诞生于康熙时代，而很可能是乾隆年间一个叫洪二的和尚创立的。这个洪二和尚啊，以人生以天地为本之意取名天地会。和哥老会类似，天地会原先也只是个下层群众互济互助的秘密结社组织，而不是带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团体。对外称天地会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又以洪门为名，逐步转到地下秘密活动。反清复明在最开始只是用来发展会众和反抗清廷的舆论工具。嘉庆之后，这个天地会之所以能从闽南蔓延到福建全省，并且发展到江西、两广、云贵等多个省份，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反清复明这一口号的推动。那么革命党为什么要把洪门跟反清复明联系到一起呢？太平天国失败以后，
很多参与其中的洪门弟子远走海外，在美国建立了致公堂。到了清末，洪门的势力达到鼎盛，三合会、小刀会、致公堂等等都是洪门的分会。孙中山本人啊，曾经提及，当时的广东人民十之八九都加入到了洪门各会。那么孙中山要革命，就必须要借助会党的力量，因此将反清复明大力提倡。到了1894年，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近代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，出席者约有20人，其中大部分隶属于海外洪门，比如何宽、李昌等人，再比如孙中山最积极的追随者邓蒙南，他更是檀香山洪门组织的领袖。其下属后来大多参与了兴中会，参与兴中会的每个成员都要签署一份秘密盟书，上面写道：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国，创立合众政府，倘有二心，神明鉴察，明确提出了推翻清政府的纲领。在兴中会的章程中有确据忠义4字，而洪门内部的秘密文书中呢，忠义2字也频频出现，比如有忠有义刀下过，无忠无义剑下亡等等，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兴中会与洪门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到了1895年啊，孙中山建立了香港兴中会，入会的杨屈云、谢转泰、朱贵泉、邱四等等都是洪门中人。同年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，结果这个起义消息也不慎泄露，有40多人被提前戒备的官府逮捕。香港洪门领袖朱贵泉也不幸遇难，其余的骨干则逃往日本，广州起义就此流产。不过呢，革命党并没有就此放弃，随后又陆续在惠州、潮州、广西镇南关、云南河口等地接连发动多次起义，其基本力量仍然是洪门会党中人。这一时期广西地区的天地会武装啊，在黄明堂、王和顺等人的倡导下，接受了革命党的领导。孙中山对广西的起义军盛赞有加，同时呢，也看到了旧时帮会起义的许多弱点，注意对这些会手们进行教育，小以革命军纪纠正其恶习，促使他们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。这对原先目标散漫、组织涣散的洪门天地会来说，无疑是一次质的飞跃。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帮派啊，洪门有一个突出的特征，那就是在海外拥有大批的门众。早在18世纪末，就有一批闽粤地区的洪门中人流向了东南亚，在缅甸、泰国、印尼等地建立了秘密会党。19世纪上半叶，洪门又将势力扩展到澳洲、北美地区，成为华侨之间的重要纽带。1903年啊，梁启超在《新大陆游记》中记载了位于三藩市的26个洪门堂所，包括致公堂、秉公堂、瑞端堂、协圣堂、昭义堂等等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致公堂。1904年，孙中山为了鼓励海外华人参与革命，在其舅父的介绍下，加入到了檀香山致公堂，并担任红棍一职。在加入致公堂以后，孙中山对洪门的现状提出2点建议，一个呢是将反清复明的政治主张改为民族大义，二是将原本的秘密结社组织浮出水面，改为社会公开的政治公益组织。最终洪门啊接受了孙中山的建议，有了孙中山的指点呢，使得洪门华丽转型。而洪门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同样不容小觑，要人出人，要钱给钱。辛亥革命发生的前后，有大批优秀的致公堂青年选择追随国父。致公堂呢，也曾经积极动员洪门成员和海外的华侨，为革命党提供庞大的经济援助，为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。1912年的元旦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，美洲致公堂领袖黄三德亲自率团回国，向孙中山提出正式成立致公党，并在国内立案开展活动的要求。但是令黄三德等人不曾料到的是，这一要求遭到了孙中山的推诿和拒绝。孙中山认为啊，人要知取舍，就好像负船登岸，既然已经有此打比，就应该尽早上岸，以出迷津。如果仍在船中，便犯水险。孙中山认为洪门啊，说到底还是一个旧式会党，带有许多的不良习气，所以没有答应。其实孙中山的顾虑在当时呢，不是没有道理。清廷被推翻以后，国内的一些洪门帮会很快就暴露出了思想上的落后性，走上了邪门歪道。
广东增城的洪门组织三合会趁着地方政权废弛，大肆的抢劫放火，强迫人民入会。安徽芜湖的海龙会甚至认为现在民国是我们建造成功的，到如今我们无事可做，非推翻民国不可。这些地方的洪门帮会有不少成了日后军阀的帮凶或者是黑社会。基于这种情况孙中山对洪门致公堂改组建党的请求再三推辞。这种举动呢，逐渐也就引起了海外洪门的不满，双方就此呢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。不久以后，袁世凯称帝，国内陷入军阀混战，孙中山曾请求海外洪门支援他继续革命，然而无人响应，甚至有人回信说：“先生衰时则以辟于洪门，盛时则鄙谢洪门，避之若美。今盛而复衰，又欲与洪门亲密，先生休矣。”到了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，争取吸纳致公堂的成员入党，但是仍然不赞成其改组独立。1922年，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决定北伐，遭到党内粤军将领陈炯明的强烈反对。陈炯明认为当前国民党的力量还很薄弱，应该先治理好广东再做打算。两人的矛盾愈演愈烈。不久以后，有4000多粤军士兵包围了总统府，开炮3发恫吓。孙中山呢，不得已转移到了永丰舰上，下令开炮还击。这一事件致使孙陈二人彻底交恶。1923年，陈炯明被滇桂联军逐出广州。为了维持经费，他利用海外洪门和孙中山的矛盾，跟美洲致公堂建立了联系。到了1925年，美国、香港、澳门等地的洪门代表在三藩市举行五洲洪门第4次恳亲大会，决议正式成立中国致公党，选举陈炯明为正总理。到了1933年，致公党党员已经达到了40余万人，在北美、澳洲、南洋群岛、港澳等地都有党组织。7·7事变以后，致公党动员海内外成员出钱出力，一致参加抗战工作，成为了抗日战争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。上个世纪的20年代纸醉金迷的上海滩有一股帮会势力开始崛起，并很快成为全国帮会活动的中心，这就是青帮。与洪门类似，青帮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已经很难考证。学术界的很多专家都有自己的见解，但有一点共识是青帮的出现和明清时代漕粮北运有着密切的关系。青帮的早期组织就是出现在明末清初漕运水手中的秘密结社组织。根据现存的青帮通草秘籍，一般认为翁岩、钱坚、潘清3人是青帮的创立者。大致是说康熙皇帝希望通过漕运将南方的粮食和税银运到北京，于是张贴皇榜，招募义士，从而护国匡漕。钱、翁、潘3人接下皇榜，分别被皇帝封为右统、左统、正统，负责漕运的工作。雍正年间船只下水开始运粮运税，这3人因为招募到的人粮又不齐，于是向上奏明，皇帝恩准，3人各开山门，广收弟子，定名为安青帮，为船运服务。翁、钱、潘3人又以罗教作为精神纽带，联系漕运的水手。清朝史料对此也有过明确记载，说昔年密云人钱姓、翁姓、松江、潘姓3人流寓杭州，共兴罗教。这个安青帮就是青帮的源头，它的成员大部分是水手、舵手、纤夫、搬运工等等。由于这些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大运河的沿岸，所以民间有红帮一大片，青帮一条线的说法。与红帮不同的是这个青帮创立之初，收徒是非常慎重的，基本不收与漕运无关的人员。如果想入帮，要经过引荐、审核、考察和繁琐的入会仪式，缺一不可。此外这个青帮内部戒律森严，实行的是家长制的管理方式。各个堂会的首领被称为老爷子，其命令必须绝对服从，稍有违反就会遭到捆缚、烧制、截耳割筋等等酷刑的处置，甚至可能被私自处死。当然，加入青帮的好处也不少，
他们在全国几乎任何码头都能找到同党，吃喝不愁，遇到危险呢还能得到同党的解救和帮助。这对于常年在外漂泊的苦工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保障。到了咸丰3年啊，太平军攻占了南京和扬州，漕运被掐断，海运完全取代了漕运。这一变动使得大量水手失去工作，这些人们呢，渐渐开始向岸上渗透，有组织的控制运河两岸，通过茶铺酒店从事各种活动。上岸后的青帮不只从事单纯的运粮，同时呢，开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。帮内的成分啊，也开始发生变化，各类游民和地痞流氓加入进来，不再是单纯的水手组织。青帮在长江中下游逐渐成为了一股重要的社会势力，并且随着成员成分的复杂化，逐渐匪化、流氓化。咸丰4年1854年，上海小刀会举事遭到镇压，青帮呢趁机在上海发展起来，并且渐渐和洪门合流，形成了青红不分家的趋势。民国建立以后，上海各种势力犬牙交错，形成了3界4方的政治社会环境，这为青红帮的活动提供了巨大空间。他们巴结政客，攀附租界，黑白通吃。为了扩展势力，他们改变了以往苛刻的入帮条件，广泛吸纳各行各业的人员，迅速将本帮的势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，尤其是向上流社会渗透。民国的陆军上将张仁奎就是上海青帮大字辈的重要头目。当时的一些著名财阀啊，比如火柴大王刘洪生、银行家钱新之、商界领袖王小赖等等，都和青帮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在文艺界，梅兰芳、程砚秋、谭鑫培等等名家也都拜过青帮的老爷子为师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青帮在当时的上海可谓是只手遮天。一个帮会啊，可以发展到这种地步，除了各种攀附关系，说到底还是离不开巨额的财源收入。青帮是混迹于黑白两道之间，搞钱的方法自然也不同于一般人，贩鸦片、设赌场、开妓院，乃至于敲诈勒索、绑架杀人等等一系列别人不敢做或者做不了的事儿，青帮样样干的是有声有色。拿烟叶来说，青帮大佬杜月笙在1918年成立的三星公司，专门为运输鸦片的烟草商提供保障，年收入高达5600万。除了鸦片生意，青帮还从事其他毒品的买卖。当时上海地面上，吗啡大王、红丸大王、白粉大王等等，无一不是青帮成员。青帮的经济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些黑色产业。当然，这些钱啊，大都是昧良心的。青帮的大佬们自己心里也是很清楚，所以呢，他们也时不时的搞一些公益事业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声誉。比如1931年，江淮地区水灾泛滥，上海各界成立水灾集赈会，共筹集赈灾款260余万，而杜月笙一人就募捐了53万，远远高出他人。这些行为啊，或多或少减轻了青帮在社会上造成的恶劣影响。说到青帮啊，有3个人我不得不提，他们就是被称为青帮3大亨的黄金荣、张啸林、杜月笙。前面提到的三星公司，意思就是这3位巨头所开的公司。黄金荣1868年出生于苏州，小时候啊出天花，这个脸上留下麻子，所以绰号麻皮金荣。6岁的时候，他就随着他的父亲来到上海，后来在一家裱花店当学徒。32岁的时候，这个黄金荣托人找关系，在法租界巡捕房当了探员，从此呢走上了黑帮大佬的道路。为了凸显自己的能力，他经常自导自演，故意教唆小流氓去商店抢劫或者闹事儿，自己随后赶到，先摆一顿威风，然后呢将其逮捕，再想办法把他们解救出来，并给他们一些好处。一来二去啊，这个法租界当局和老百姓们都以为他本领高强，很快就被当局提拔为警务处的督察长。而与他搭伙的这些地痞流氓，一方面有利可图，另一方面呢又需要上面有人庇护，于是呢纷纷拜黄金荣为师。就这样，黄金荣
渐渐坐上了上海滩黑帮的第一把交椅。其实黄金荣啊，跟青帮原本没什么关系，他自己从未入过青帮门下。但是黑社会老大这个名号毕竟不好听，于是呢，他又精心策划，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子虚乌有的青帮祖师爷的亲徒，从此以青帮前辈的身份大收门徒。据说蒋介石也曾拜他为师。黄金荣晚年啊，主动投诚，获得了宽大处理。黄金荣本人登报悔过，表示要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。他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照片也公开登报发表，引起轰动。2年以后呢，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在上海病逝，享年86岁。另一位青帮大佬张啸林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张啸林是1877年生于浙江慈溪，1919年居家迁居上海，成为青帮通字辈的成员。张啸林在上海金融界和工商界影响很大。1937年底，上海彻底沦陷之前，蒋介石嘱咐黄张杜这3人啊去香港避风。黄金荣以年老为由留居上海，张啸林呢也选择留下，只有杜月笙一人独自去了香港。张啸林留在上海，心里呢其实早有打算，因为当时杜月笙的势力壮大起来，引起了这个张啸林的不满和嫉妒。于是呢，他企图借日本的力量独霸上海滩。就这样，张啸林啊投入到了日伪的怀抱，积极为日军收购和运销煤炭、大米、棉花等等物资。1939年底，他又和日本人秘密签约，准备出任浙江省的伪省长。这个时候，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啊，为了维持政权，也为了争取民心，决心对这个汉奸张啸林痛下杀手。1940年的8月14日傍晚，张啸林正在私宅招待客人，被自己的贴身保镖一枪毙命。威震上海的张大帅就这样横尸在了自己的家里。3位大亨中，杜月笙的身份啊，也许是最特殊的。他参加过4·12，也积极投身于抗日事业。日军在全面侵华以后，杜月笙避居香港，期间利用自己的人脉，主持了情报搜集、刺杀汉奸的工作，为打击敌军做出了突出贡献。应该说，杜月笙的手上啊，曾经沾满了一些仁人志士的鲜血，但是他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。正因如此，世人对这位传奇黑帮大佬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。抗战胜利以后，杜月笙回到上海，担任上海参议院议长。几年以后，因为时局动荡，杜月笙呢再次飞往香港定居。1951年，63岁的杜月笙在香港家中去世。青帮3大亨的结局啊，一个惨死枪下，2个是黯淡收场。说到底，他们的故事啊，也只能是听一听、看一看，并不值得效仿，我们也没法效仿。毕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好了，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，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照东南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